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右穿大带富，左穿累累金，双穿有福又多金。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手相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人的运势也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手纹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婚姻、智慧等等。那么如果一个人的手相是川字纹，代表着什么呢？俗话说，女穿事事福，男穿事事难，右穿大带福，左穿累累金。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一、什么是川字长？一般而言，孩童是由母亲哺育长大，故大部分人的生命线的开端和智慧线相生连，称之为人字长，而两条线通常于食指及中指之间便分开，是最正常之长。越迟分开，受母亲照顾的时间越长，相对而言其依赖性越强。如果为女性还可以接受，男性则为群交仔一名，长大后欠缺独立性。相反的，越早分开，受母亲照顾的时间越短。若生命线与智慧线分开而生，称为川字长，显示其人与母亲缘分较薄，即使与母亲同往，也难以得到母亲之关怀爱护，自少便很独立。渐渐的会偏向自信，做事较为主动积极，勇于负责，处事果断，于感情上爱恨分明。如没有好好教导，便容易过于自负、主观、倔强，因而处事处人也会过于的任性，而影响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当智慧线与生命线分开不连在一起时，与感情线组成，三条线方向大体一致，却从不交汇，看起来像一个川字形的掌纹，称之为川字掌。二、川字掌的人命运如何？根据最普遍的说法是，川字掌与悟性认知有关，具有直觉性感知倾向。川字掌往往意味着精神亢奋，身体能量状态较高。这种心理因素产生的效果便是有魄力、勇敢、精神思维强、悟性好、直觉强、艺术感好。所以有川字掌的人具有超前的意识，善于对未知的、未来的、偶然的事件的感悟和把握。有川字掌的女性多是女强人，巾帼不让须眉，个性独立，永远对丈夫的成就或者子女的学业不满意，很难依靠男人。若配偶和子女的能力稍弱，则容易因为承受过多你所带来的压力而造成反效果，进而导致家庭婚姻失败。所以有川字掌的女性宜迟婚及在婚姻生活中多加忍让，宜配较自己年长之男性，又或者是异地姻缘，聚少离多，反而相处愉快。不过有川字掌的女性通常情况下也旺夫，丈夫也很容易在和她结婚后发达起来。拥有川字掌的男性多半性格独立，自尊心超强，但同时他们也比较的鲁莽，性子急，做事往往不计后果，即使完成了任务，也有许多错误发生。在事业上，这种人创业往往不易成功，一生阻碍多，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他人，到处碰壁，最终导致失败。若是跟人合伙做生意的话，最好选择一个心性的人比较合适。另外，这类男性因为在性格上比较叛逆，自尊心极强，容不得别人说他半点不对，所以在感情上易和恋人发生不快。作为单身人士来说，因为性格多半不易被异性接受，所以晚婚的可能性比较高。不同川字掌的人命运如何？川字掌的种类有3种，下面就来针对这3种川字掌来进行分析。一、左手川字掌。一、精力充沛，勇敢执着。左手川字掌的人含有领导能力和活动力，这类手相的人通常精力充沛，好像有用不完的能量，以致这类人有魄力、勇敢、精神思维强。左手川字掌的人悟性好，直觉性强，学什么东西都很快，只要是自己想学的东西，通常都能样样精通。二、控制欲强，感情路坎坷。左手川字掌的人占有欲很强，同时控制欲也很强，尤其是在感情方面，属于时时刻刻想控制着自己的爱人，就算是一些细微末节的地方，他们都想要干涉，往往让对方喘不过气来。所以这类手相的人往往感情无疾而终，或许要多经历几次感情的磨难，才能更好地懂得其相处之道，比较适合晚婚。三、事业有成，财运不错。
左手川字掌的人有很多优秀品质，对事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再加上他们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轻易不肯服输，所以往往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发展。事业有成，那么财运自然不会太差了。2. 右手川字掌分析。1. 性子比较急，做事又鲁莽。右手川字掌的人多半性格独立，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做事大多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很少被他人的情绪左右。但是右手川字掌的人性子大多是比较莽撞的，做事很少思前想后，往往做事不计后果，有时候即便完成了任务也有很多错误，不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2. 事业运势不错，很有事业心。右手川字掌事业心还是比较重的，这类人通常悟性高，一点就通，如果能改掉自己莽撞的性格，在事业上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还有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事业上平步青云，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好。一般来说，这类人的一生还是比较好运的，很少会因为经济问题而烦恼。3. 感情方面比较坎坷，容易晚婚。右手川字掌的人性格比较叛逆孤僻，换句话来说就是比较的不合群，再加上他们自尊心比较强，容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所以在感情上容易和恋人发生不愉快。单身人士的话，异性缘不是很好，所以这类人大多会晚婚。3. 双手川字掌分析。1. 独立性较强。双手川字掌的人从小就比较独立，这类掌纹的女人很少会依赖他人，即便找了男朋友，大多也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会是那个小鸟依人向男朋友撒娇的类型。双手川字掌的人非常能吃苦，有着很强的毅力，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哪怕再苦再累都可以坚持下去。2. 事业出色。双手川字掌的人个人能力非常出众，有着不服输的拼劲儿，往往能够在事业上比其他掌纹的人更出色。而且双手川字掌的人事业心也很强，将生活的重心更多的倾向在自己的事业方面，多劳多得说的就是双手川字掌的人。3. 爱情路坎坷。双手川字掌的人性格是比较强势的，少了人的柔情似水，而且这类手纹的女人大多都是女强人的类型，往往让男人不敢靠近。而且在感情中，双手川字掌的人也比较霸道，喜欢占据主导，一些大男子主义的人往往不能接受，所以这类人的爱情路比较坎坷，容易晚婚。4. 有旺夫运。别看双手川字掌的人爱情路坎坷，但是一旦步入婚姻之后还是比较幸福美满的。这类女人非常有主见，而且能力非常强，可以很好的分配工作和家庭和时间。不过这类女人在婚姻中比较缺乏情调，需要找浪漫一些的男人，这样生活才会更加的和谐幸福。有川字掌的女人通常情况下有旺夫，丈夫也很容易在她婚后获得事业的成功。综上所看，无论是男是女，有川字掌的人事业运绝对是非常的旺盛。虽然感情有所磨练，但若能学会自己控制自己，慢慢调整心态，也是会有不错的结果的。以上就是关于川字掌的手相介绍，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川字掌的人群呢？一个人的手可以透露出很多的信息，有些人的手长得很修长纤细，有的人的手长得很粗犷，每个人的手指长度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食指中哪些手指越长，你的福气越深。1. 小指比无名指第二指节长。在中国传统的相学中有这么一句话，小指过三关，不愁吃和穿。意思是，如果小拇指比较长的话，那么其人一生的财运、福运都比较出色，不会出现在生活中缺少财富的情况。之所以说小拇指的长度较长会带来更好的运程，是因为在相学中，小拇指的长度若是超过无名指的最后一个指节，也就是第三指节的话，就意味着其人的财富比较出色，能够在工作中依靠自己的努力赚取财富收入。而且如果是女性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话，还意味着她们可以嫁得一个好人家，婚后的生活幸福安稳。2. 食指比无名指长。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非常的聪明伶俐，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学霸一个，他们长大后更是社会的精英分子，
不仅赚钱能力一流，还善于理财，钱财到他们手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因此这种人是很有福气的，在物质上衣食无忧，在精神上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3. 拇指细长直上。我们这里说的大拇指很长，通常是指大拇指的长度几乎到了食指的第2关节处。但凡是大拇指长到了这种长度，大多都是富贵有福气的人，一生财运很旺，容易有傲人的成绩和收入。这种手相的人聪明能干，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具有大智慧，做事有条有理，又擅长把握时机。他们为人谦和坦诚，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贵人运很好，有较强的聚财能力。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的时候，总有人及时出现，为其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使其顺利快速走出困境。4. 中指长度合适。在相学中认为中指特征可以展现出个人在情感以及金钱财运方面的好坏变化，特别是命主的理财投资等偏财运的涨幅下跌，都是可以从中指来看的。所谓中指的长度合适，是指高于其他4根手指，但长度不会超过1个指节。拥有这种类型中指的人，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投资理财，都能够保证按照计划而来，既不会因为自己有能力随意行事，也可以做到对自己保持信心，从而确保在投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增加收入。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有以下8种特征，一生能生财有道，福气满满，快看看你有没有。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特别的柔软，并且厚实有肉，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而且精灵手巧，很会赚钱。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的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最关键的是他们一生的财运很好，尤其是偏财运，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此外，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2. 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如果手上有贵人线，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而且贵人运特别好，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赚钱厉害，大多能拥有很多资产，家人也跟着享福。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3. 手掌有财库。手相学中所说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呈三角形或者方形，通常为财库。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有的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如果掌中财库生得很明显的话，表示此人财运极好，有一定的资产，一生都不会缺钱。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即便不用太辛苦，也能拥有比别人还多的财富。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不愿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也不愿被别人管着。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收益可观，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4. 掌心藏水。所谓掌心藏水，是指把手平摊开来，中间整个凹陷下去，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很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挣到钱。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很高，人际关系较好，也懂得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资源，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容易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理财，比如买些理财产品，或者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并从中获利。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赚钱容易，存钱也很厉害，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5. 财运线笔直。在手相学中，财运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的金钱运势，在人的手掌中都会出现一条财运线，只是有的看不太清楚，有的却是清晰可见，笔直伸长。如果你的财运线笔直清晰，一般就表示你的财运很好，一生会遇到许多次赚钱的机会。
就算出生在普通的家庭里面，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强劲，很会生活，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安定富足。6. 长有凤眼纹。所谓的凤眼纹是指大拇指的第2个关节处有2条至3条纹路组成的圆圈，看上去像一个眼睛。手上生有凤眼纹的人有富贵好命，生活富裕。长有凤眼纹的人大多的聪明能干，财运还尤其的好，做事情比较顺利，聚财能力也是一流。他们只要自己稍微用点心，就能够赚到很多钱。如果男的有这种手相的话，表示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如果女的有这种纹路的话，表示她们可以嫁个如意郎君，而且对方家境优越，生活富贵。7. 水星丘饱满。水星丘指的是小指根部，也就是财运线和钱财纹所在的位置。如果水星丘生的饱满有肉的话，通常都表示此人财库丰盈，财运较好。他们十分精明能干，如果不是自己当老板，也绝对是好的副手，收入可观。这种手相特征的人为人正直善良，口才好，也擅长交际，懂得随机应变，容易获得好的生财机会。再加之自己本身财运就好，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会容易很多。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很强，日子过得安定富足。8. 钱财纹数条。手相中的钱财纹也叫做是理财纹，指的是小手指和无名指根部长有一些细细的斜纹。如果钱财纹有很多条，并且清晰可见，那就表示此人的财运旺盛，不缺钱花。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或能说会道，口才极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在职场中深得上司的器重，委以重任。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去做一些投资，在贵人的指点和帮助下，再加上自己的好运气，会获得丰厚。这种手相的人眼光精准，对赚钱的机会向来都不会放过，所以他们生活也是安定富足的。当然，相学里的说法只是一种运程解析，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勤奋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家庭中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勤奋一点，努力一点，收获的就多一点。农村俗语五指不漏缝，一生不受穷。这句话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5个手指并在一起不露出缝隙的人，在这一生中就不会遭受到贫穷的困扰。也许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会感到很奇怪，普通手指头竟然能够决定人一生一世的命运，它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这句话是从古时候流传下来的，那时候穷苦的人都吃不饱，手指更是干枯粗糙，而有钱的人都吃得比较肥胖，双手也不干活，所以他们手上的肉就很多，5个指头并拢肯定是不留一丝缝隙的了。因此广大的群众就总结出了这句话。那按这样说的话，如果手指有漏缝，一生就一定会受穷吗？今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手指漏缝的运势。1. 5指有漏缝，钱财不上门。1. 4指间若是没有缝隙者，性情成熟慎重，办事井井有条，心思较为缜密，不过思想上的确比较保守，有些封建，不喜欢与别人有过多的交流。这样的人在婚姻中是顾家的好男子，是持家有道的好女人。2. 无名指与小指有漏缝。无名指与小指间有漏缝者，这样的人比较自我，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办事独断专行，这样的人较为容易钻牛角尖，而且还不让别人说，也不听劝。假如不加矫正，很容易走极端，终究一事无成。3. 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有漏缝。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有间隙的人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随心所欲，但是做事情缺乏计划性和前瞻性，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所以很容易一事无成。如果在中年之前还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晚年光景就会很凄苦。4. 食指和中指间有缝隙。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缝隙的人喜欢自由，喜欢没有拘束的不羁生活，所以脑洞大开，什么都敢尝试，加上思维缜密周到，勤劳努力，所以这样的人更加容易成功，事业也会越做越大。5. 4指间都有缝隙漏缝。4指间若是都有缝隙者，性情开朗生动，积极乐观，懂得享受生活，但是花钱方面却没有节制，而且拥有此手相的人乃是漏财手相，固然很会找钱，但是守不住财，能够终身吃穿不愁，但银行卡上的数字都会比较的尴尬。6. 手指缝隙上下4漏。
如果把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自然并拢，形成上下四漏时，而且食指比无名指长一点时，那么可以看出这个人年幼时经历过很多的苦难，生长之路很坎坷。如果他要成就一番事业的话，只有是白手起家，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会帮助他。但如果形成上下四漏时，无名指比食指长一点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这个人才华横溢，但是生不逢时，才华难以施展，不被赏识任用，一生郁郁寡欢，一事无成。即使他成就事业，也是成就有限。7. 小指往外翘，自然合并手指，如果发现小指的第一节明显往外偏斜，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很喜欢别人去赞美、去恭维他，所以这个人平时会夸大乃至说谎的倾向，即使自己有点小成就，也会说得自己很厉害。总的来说，若是一个伸开手掌，五指并拢，指头之间有很大的缝隙的话，就说明这个人的手中留不住钱，而且是非常败家的，经常会通过各种方式让财富流失，更别提攒下一定的积蓄了。不过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人一定的非常的懒惰堕落，而是指他们的生活波折比较多，就算是辛辛苦苦工作赚钱，到头来也会在别处花出去。2. 手指间的缝隙看命运，除了手指并拢通向五指间的缝隙看一个人的命运外，下意识地伸出你的手掌，可以从五指的间隔距离之宽广或者狭窄来了解你的命运。以前常常听老一辈的人说，一个人的手指缝隙太大的话，就代表一个人的花钱比较大手笔，比较阔气。那么真的是如此吗？其实一个人的手指间隙大小都代表着不一样的寓意，那么都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1. 手指间隔宽阔，距离平均。如果一个人的五指之间的距离比较宽阔平均的话，这种人一般天生比较的喜欢自由，不喜欢受到约束，心胸宽广，不喜欢与人计较，为人处事方面不拘小节，待人也非常的温和热情，处事头脑灵活，思维活跃，非常的聪明，但是内心不够安定，不喜欢安定的工作或者生活，人缘非常的好，朋友也比较多，但是事业和家庭方面不太顺利。2. 中指和无名指较密合。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和无名指二指之间是比较密合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矛盾，内心喜欢追逐自由，但是为人又比较的心细，常常放不下身边的人和事，处事谨小慎微，比较的保守，缺乏冒险和静止精神，做事善于规划，但是缺少冲劲儿，而且心思细密，神经敏感，经常为了各种小事而烦恼，心事过重，总是郁郁寡欢，生活的不开心。3. 食指与中指之间的距离特别的宽阔。如果一个人的食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特别宽阔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而且善于思考和学习，有着很强的分析力和判断力，为人很有主见，行动力非常强，做事果敢，而且意志力坚韧，做事坚持，往往能成大事。不过这种人一般心高气傲，思想稍微有些固执，不喜欢别人干涉，性格方面稍显强势，领导能力非常强。4. 中指与无名指的间距特别大。如果一个人的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缝间距非常大的话，这种人一般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差，对自我比较的放纵，为人处事方面也是不拘一格，做事豪爽，不喜欢拖泥带水，但是意志力薄弱，做事缺乏坚持，容易中途放弃，对于未来缺少规划，做事也总是抱着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心态，也不喜欢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生活状态还算不错，但是却很难有大出息。5. 无名指与小指的距离较为宽广。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和小指的指缝距离较宽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的自我，也比较的崇尚自由，不喜欢受到任何一点点的约束，凡事也总是只考虑自己，对于别人的事情一点也不关心，为人也很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不喜欢随波逐流，有着很强的独立能力和思考能力，但是性格稍显孤僻，有些不太合群，朋友比较少，感情也不会太顺利。6. 当伸出手时，指端会微微发抖。如果一个人伸出手时指尖总是微微发抖的话，这种情况大多都是由于长时间神经比较紧张和压抑所导致的。这种人一般精神状态比较的差，抗压能力也比较弱，心态不好，而且疑心较重，对身边的人和事总是疑神疑鬼，患得患失，整天为了各种小事而烦恼，承受挫折的能力比较差，
一旦遇到困难，容易六神无主，失败后很难重新振作起来的。但是不管是一个人的财运，还是一个人之后的未来，都是不可预测的。毕竟有些人手指有缝隙，还是一时不愁，这些都是古人对自己晚辈们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在长大之后可以衣食无忧。不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却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是不可信的。一个人的命运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只要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就能够改变现状，一切皆有可能。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